就在这样一片白茫茫安静无比的雪地里，这一批集中了如今天下最精锐强者力量的刺客队伍便在雪地的正中央随口聊起天来。似乎没有人想着庆国强大而恐怖的国家机器一旦开始围杀，谁能逃得出去。皇城上无数禁军变作了层层的黑线，弓箭在手，冷冷地盯着城下雪地中的那些刺客，随时可能发箭。宫典眯着眼睛站在正中间，看着雪地里的那些人们，心头略感沉重，不知道小范大人为何在此时还能笑得出来。就在范闲他们谈话的同时，皇城前广场的局面早已经变了。那些看似平常的民宅楼间，不知探出了多少弩箭与弓箭，闪耀着寒光的箭矢就像是密密麻麻的杀人草一般，对准了雪地正中的那群人。而就在最近的丁字路口处，如雷一般的马蹄声缓缓响起，2000余名身着铁甲的精锐骑兵将那处死死地封住，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通道。万箭所向，谁能活下来？铁骑冲锋，哪里是肉身可以抵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走到了死局，再也没有任何变数可以改变这一切的发生，拖延死神的到来。范闲微眯着眼，看着丁字路口的那些威武骑兵，看着骑兵队前亲自领兵的叶仲，看着2层民宅上面阴森恐怖的剑尖，看着那些行出民宅渐渐逼近雪地正中间的数十个戴着笠帽无比冷漠内心却无比狂热的苦修士，他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当年正是他的布置，大皇子的禁军清洗行动便是开始于那些民宅之中，而监察院各处与黑旗配合，正是沿正阳门一路在这丁字路口生生地将叛军骑兵大队斩断，将秦衡活活钉死在皇城前，让老秦家断子绝孙。而今日皇帝陛下的布置也如3年前自己那般，堵死了自己任何的活路，真像是历史在重演，又不知冥冥中是不是有那种叫做报应的东西。围点打援，诱敌出笼，一举扫荡所有敢于反抗自己的力量，这是皇帝陛下早已用惯了的套路。然而大东山珠玉在前，今日这种阵仗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再如何惯用的套路，在庆国强大实力的支撑下，依然没有谁能够破得了皇帝陛下的妙算。真是没有什么新意。范闲双瞳有些涣散，或者血水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句，然后很干脆的脑袋一歪，昏死在了海棠朵朵的怀里。今日他与庆帝数番大战，到最后逼出了指尖剑气，却依然敌不过皇帝陛下的无上真气，惨被一指击垮，精神真元的损耗早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节。他能忍到此时才昏过去，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了。广场四周的脚步声缓慢而稳定地响起，马蹄声也没有稍慢，不知多少庆国精锐军士从广场的四面八方逼近了过来，渐渐地将雪地正中那处纳入了建城之内。而那几十名戴着笠帽的苦修士则是站在了军队之前，冷漠地看着这些人。如果一旦长剑攻击不能全灭刺客，自然是铁骑与苦修士们上场的时机。此时一行人中，除了郎桃和剑卢4名强者之外，再无完好之人。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武力压制，谁都知道自己根本逃不出去。然而已然入了9品之阶，除了范闲之外，这些人早已经看淡了生死，没有谁的脸上露出一丝畏怯之色。郎桃与那4名剑卢强者对视一眼，各自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这位北齐皇宫第一高手怜惜地回头看了海棠朵朵一眼，发现小师妹的脸上没有任何别离伤感的情绪，只是安静地抱着范闲微微笑着。郎桃也笑了，看着海棠怀里的范闲，摇头赞叹道：这招了，居然这么干脆地昏了过去，叫人如何不服他。
换了一身干净龙袍的皇帝陛下沉默地沿着皇城的石阶向上走去，一路经过的禁军士兵纷纷半屈膝行了军礼，无一人敢直视那抹明皇之色。姚太监紧紧地跟在皇帝的身边，忽然听到皇帝沉声问道：为何还没有动？这……姚太监心里咯噔一声，不知该怎么应话。他当然知道皇帝陛下此时已经恨死了小范大人，但他更清楚，皇帝陛下这些年对小范大人也是宠爱到了骨头里。尤其是太子二殿下死后，陛下对于小范大人的爱惜是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的。先前若要他下令万箭齐发，若小范大人就这般死在乱箭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陛下交代。尤其是陛下此时亲登皇城，更是让姚公公感到了惶恐。如果只是为了围杀宫外的那些刺客，陛下的布置已经完全足够了，何必亲自来看呢？只怕心中还是不舍吧。朕要亲眼看着那个逆子死在朕的眼前。皇帝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姚太监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冷漠地开口说道：放箭。天子一言，驷马难追。一声放箭，于是当皇帝陛下还行走在登上皇城的宽阔石阶上时，广场四周那些军士手中的箭便放。密密麻麻呼啸破风而至的万千羽箭，像是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直射广场正中约数十丈方圆的雪地。若范闲此时尚是完好之躯，或许他可以凭借刚刚领悟不久的心法，平直一掠数十丈，躲过这片密集噬魂的箭雨。然而他已经昏死过去了，世间再没有人能够躲过这一道箭雨。便在庆军发箭之前的刹那，郎桃一声暴喝，眼中厉芒大作，一把抓过海棠怀里范闲的身体，单手捉住两柄弯刀之间的铁链，将两柄弯刀舞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刀光，勇猛无愁地向着最近的那片苦修士冲了过去。庆帝缓慢的脚步踏上了皇城，一身龙袍明黄逼人，双手负于身后，异常稳定，没有一丝颤抖。他的眼眸微微深陷，异常冷漠，没有一丝动容。他看着皇城前那片雪地上的血红之色，散落于地的羽箭，也没有丝毫动容，目光微微偏移，然后看见了被众人护在身后不知死活的范闲，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一阵密集的箭雨，剑炉4名强者守护在四方，凭借着强悍的9品修为，织成了一片剑网，将其余的人护在了剑网之内，不知斩断震碎了多少支箭。然而人力毕竟有时穷，这和当年30大师在京都外被乱箭射死不同。今日的京都有数千数万支箭，如雨落大地，谁能不湿，谁能不死呢？密集的箭雨过后，剑炉4名强者的身上已经中了数箭，可是依旧强悍地站在四方，身上鲜血横流，不知道下一刻这些承袭了四顾剑暴力狠意的弟子们是不是就会倒下。而剑网边缘的河道人则已是被射成了一个刺猬，死得不能再死。想当年这位北齐的9品高手何其风光，而今日在强大的帝国力量面前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再强大的个人，在一个兴盛的王朝之前，依然如蝼蚁一般无助，除非这个人已经强大到不像人的地步，比如大宗师。